台湾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 ，Apple 正式发表大家传很久的 iPhone 16系列手机外，会中还同时推出 AirPods 4，还有 Apple Watch。依照这几年的惯例，先传出的谣言命中率高达90%哦。这次发表会大概就是帮大家对答案的概念。以下就帮大家整理这次发表会的重点 ：iPhone 16全系列。更重要的是，还有台湾的售价跟开卖时间。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这是2024秋季发表会最重要的产品，当然就是 iPhone 16系列。这次与往常一样，共有4个机型，分别是 iPhone 16、iPhone 16 Plus、iPhone 16 Pro， 还有 iPhone 16 Pro Max 4款。售价还算蛮有诚意的，都与 iPhone 15系列推出时的价格相同。台湾预计从9月13开始预购，9月20正式发售。好，那你该不该入手 iPhone 16呢？接下来快速分享重点功能跟规格给大家。这是 iPhone 16跟 iPhone 16 Plus 搭载全新的 A18 处理器，而 iPhone 16 Pro 跟 iPhone 16 Pro Max 则搭载更高阶的 A18 Pro 处理器。那 A18 跟 A18 Pro 有哪些差异呢？A18 处理器是以台积电3奈米的制程所制造，以2个性能核心搭配4个效率核心组成的。比起 iPhone 15的 A16 Bionic 高上2阶，速度部分快了30%，能耗降低30%。而 A18 Pro 处理器当然效率更高，同样以2个性能核心还有4个效率核心组成。加强的部分是在影像处理还有游戏图形运算方面哦。那速度是比 A17 Pro 快了15%，功耗降了20%。更重要的是，这个处理器可以让 iPhone 16 Pro 还有 iPhone 16 Pro Max 支援拍摄 4K 120 FPS 的杜比世界影片，这是非常惊人的哦。这次还特别强调散热系统有特别加强，还增加了电池容量，但具体加了多大的电池，真的还不知道哦。不过官方表示iPhone 16 Pro 连续播放影片时间是到达了27个小时 ，iPhone 16 Pro Max 呢则是到33个小时，这真的算是有提升续航力了。在 iPhone 16全系列搭载 A18还有 A18 Pro 处理器，当然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有支援 Apple 最新推出的 AI 功能，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但是在发售时并不会随机搭载，而是要等到10月的 iOS 18.1推出的时候才会正式搭载哦。但所搭载的也不如像是 WWDC 所提到的全面完整的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而且并不会所有的国家都一起上。先上线的当然就是美国，那接着12月开始才会支援其他英语系的国家，明年开始才会支援其他语系，像是中文日文等等，要到2025年才会上线。那哪些功能会先上线呢？那会先上线的第一个功能是支援邮件备忘录 Pages 这些 App 让使用者可以随时校正或是重写内容的 Writing Tools。另外还有备忘录还有电话的录音功能，那开始支援把录音转成文字并生成摘要，可以让使用者快速整理电话会议的重点。当然要进行录音的时候一定会通知对方，毕竟 Apple 对于隐私部分是还蛮注重的那其他功能目前都还不会上应该都会在下次推出啦。那像是可以用在文字产生图片的 Image Playground还可以从涂鸦转成图片的 Image Wand那当然还有大家最期待 ChatGPT 跟 Siri 结合的功能，这个都要再看看再等等咯所以大家就不要心急想要先买的当然还是可以先买，那反正总之最后一定会更新给大家的。这是 iPhone 16 Pro 跟 iPhone 16 Pro Max 上面的相机，正如外界预期的一样两者规格完全相同，也就是喜欢拍照的朋友不用硬上又大又重的 Pro Max 版本。这次的 Pro 系列主镜头搭载的4800万像素，支援像素4合1，并且有着 2.40mm 像素面积的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1.78。超广角镜头是4800万像素，支援像素4合1，像素面积是 1.4mm 的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2.2。
那望远镜头则采用1200万像素的5倍光学镜头，在超广角跟主镜头的部分，像素是一样的，这目的是用来拍摄空间影片，也就是支援 Vision Pro 的空间影片使用。在影片拍摄的部分 ，iPhone 16 Pro 系列最高支援 4K 120fps 杜比世界，还有 ProRes 的影片录制。而那件4颗录音室等级的麦克风，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录影时可以捕捉到空间音讯，也可以实现即时混音的一个效果。当然，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一定支援空间拍摄功能嘛，空间影片拍摄的功能。毕竟 Apple 还是非常的努力在推广它的 Apple Vision Pro。而这次 iPhone 16跟 iPhone 16 Plus 的摄影功能，也可以支援 Apple Vision Pro 的空间影片拍摄功能，所以特地把镜头由上一代的斜线改成垂直的排列。主镜头是4800万像素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1.6， 超广角镜头呢是1200万像素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2.2。对了，正如先前传闻中所提到的相机按钮，这次 iPhone 16系列全部都有搭载。这颗按钮除了可以当成快门键以外，还有非常多的功能。它可以按压，也可以滑动。那按压当然就是启动快门，滑动的时候可以调整光圈、焦段还有 EV 值。要作为什么用途都可以在相机 App 中设定。不得不说，这个功能真的很方便，尤其是对习惯拿相机的朋友，这颗按钮就在横拿手机时右手食指的位置跟操作相机的逻辑非常相似。萤幕部分，这次在 iPhone 16 Pro 还有 iPhone 16 Pro Max 的尺寸都有所提升。iPhone 16 Pro 从原本 iPhone 15 Pro 的 6.1 寸提升到 6.3 寸，而 iPhone 16 Pro Max 从原本 iPhone 15 Pro Max 的 6.7 寸提升到 iPhone 史上最大的 6.9 寸。那 6.9 寸会很难握吗？目前看起来真的还好。6.7 寸的 iPhone 15 Pro Max 宽度是 76.7 mm， 而 6.9 寸的 iPhone 16 Pro Max 长大到 77.6 mm， 比起三星的 Galaxy S20 Ultra 的79 mm， 看起来都还好都比较窄一点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显示器部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提升目前只有看到 iPhone 16系列上可以把亮度调到最低 nits那之前 iPhone 15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其他部分除了萤幕大小外，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看起来也没有用上之前传闻的 Micro Lens Technology 微透镜技术。整体来说 ，Apple Intelligence 没有在手机发售时同步推出，而非英语系国家甚至要等到明年才会看到这个重要的功能。对于买气会不会有影响我想这个可能性非常高毕竟每个品牌都把 AI 传后在等着 Apple 来挑战没想到居然延后推出，让大家都不晓得是松了一口气，还是觉得我这么早做干嘛这其实真的是有点让人泄气那最让我感到惊艳的是哪一点呢？当然就是 iPhone 16 Pro 加入了5倍光学镜头，虽然机身提升到 6.3 寸，但至少想要享受到同等的拍摄能力，就不用屈就于又大又重的 Pro Max 版本。另外，相机按键的设计真的非常好对于喜欢摄影跟拍照的朋友这是真的可以考虑入手 iPhone 16 Pro 的版本。以上就是 iPhone 16全系列的重点整理，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期见喽，拜拜。